府大人，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，壮子，补了一觉，睡过了。王大福，你可知罪啊？老爷，我是原告，我是原告。你女儿啊，是去年5月份嫁到城西老孙家的，过门之后不思孝顺，反而要吞占人家财产，逼得老婆婆上吊自杀，老公公现在不知所踪，可有此事啊？大人，我的亲家。我问你可有此事？是有此事。养不教，父之过。既然你不懂怎么养闺女，本府就找一个人替你管管你那恶女，不过分吧？同意，草民同意，草民同意。田氏，民妇在。你的饭馆啊，是开在商道上。客人都是过往行脚的商人，你作为本地人，不尽地主之谊也就罢了，反而利用本地人的身份敲诈勒索，人家过往的行人嫌事儿多怕麻烦不告你，不等于你就可以这样继续下去，一顿毒打算是给你提个醒儿，过分吗？大人所言极是，民妇知罪。咱们再说说你啊，你告什么来着？回大人，草民不告了，不告了。你怎么不告了？草民知罪了，草民知罪了，草民知罪了。哦，确定都不告了？不告了。不告了，好。退堂。大人英明，快走，快走。草上飞一出现，秦朗就急着要辞去官职，看来他是铁了心要给他大哥报仇。他这么做是不想连累我。啊？刘勇怎么知道的？听说是那个达哈苏前去调查的。这个秦朗啊，他想用这么个方法逼着我罢免他，他又不肯出卖良心，那我就只能是就坡下驴了呗。还是大人高明。不过这秦捕头万一想出什么别的办法逼大人就范，那怎么办？哎，说句心里话呀，我是真喜欢秦朗身上那股子硬气劲儿，所以我不愿意让他离开衙门。再说现在啊，急需用人，他一走呢，我还真是有点抓瞎。大人，您说的可是林清州的案子？不瞒你说，皇上已经传下话来了，半个月以里，我要再交不出点东西，就只能一辈子留在这东昌府了。大人，看来现在坐山观虎斗是斗不成了，你这必须得主动出击啊！主动出击我也想啊，可是现在这情况，哎，难呢。大人，您是不是已经有妙计了？妙计谈不上，就是个损招。是什么？再说吧。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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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爷，你嚷嚷什么？没有看见老爷在玩宠吗？老爷，你可别玩了！吴大家族传话了，说绑匪又来信了。什么情？交赎地点时间都定了。怎么定的？今晚丑时，七群山菩萨洞前的茅草屋。小人啊，叫秦朗。秦捕头能去吗？你先叫。好嘞。秦捕头，秦捕头，老爷说让你今晚丑时去七群山的菩萨洞抓草上飞。跟大人说，我身体不舒服，让他找贺子峰去。贺子峰不是陪着夫人去济南了吗？再说了，这也不是人家分内之事啊。我发现你一个捕头，让你去你就去，能废什么话？你给谁喊呢？给你脸不要脸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再多说一句，我废了你！秦大哥，滚！这秦捕头疯了，你可得管管。老爷，怎么了？那个秦捕头的二话不说，上来就给我击倒。要不是我闪得快啊，我可能都见不着老爷您了。怎么了？这是？这还动手了？可不是嘛！这不对呀，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这个干什么？这是？老爷，你说的很对呀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人呀。这，哎，老爷，我怎么听着那不对劲儿啊？就是不对吗？就是秦朗不对呀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老爷给你做主啊。老爷，你一定得大嘴巴子抽他，抽他。今儿啊，你这么着，你去趟蓟道厅，你找上那个大哈苏，带几个捕快，一块儿去菩萨洞，快点。好嘞，老爷，我懂了。大人，您怎么还亲自来了？你做的好事，心里还不清楚吗？属下实在是不知啊。这刘墉好不容易才从临清州离开，你为什么又要派你的管家去东昌府啊？啊，你这不明摆着拿自己的脑袋让别人砍吗？哎呀，臧大人，您是有所不知啊。眼下东昌府出了个劫匪草上飞，还劫走了东昌府的5名富豪。可这劫匪的名字叫草上飞，正好跟属下质地的一个山贼同名。属下是担心刘墉在搞什么鬼，所以才派管家前去打探一下。哼，东昌府冒出个绑匪，就让你坐立不安了？我看你呀，是让刘墉吓破胆了吧？哎呀，大人呐，您是稳坐济南府，实在不知这刘墉有多狡猾呀。嗯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像在责怪我呀。啊，属下不敢。只是这虽然暂时让刘墉离开了临清州，可属下深知此人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属下可能就真被他所抓呀。还指望大人您念在属下多年服侍的情分上，到时可要救属下呀。行了，不要说丧气话，你就按我说的做，我保证刘墉动不了你，除非你有别的想法。大人，这您放心，属下对您一向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呐。那
现在就派人把管家叫回来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派张英去了。你只要守住林清州，记住，心里不要有更多的杂念。属下明白。嗨，刘大人，不就是一个绑架案吗？至于搞这么复杂吗？我有我的目的，你照做就好。嘿，我干不了，你找别人吧。这里你武功最高，只有你干得了。我又不是您手下，干嘛什么都听您的？我就干不了。子枫啊，你觉着孟楠姑娘这人怎么样啊？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？子枫啊，啊，我知道你啊一直对孟楠姑娘有仰慕之情，而且呢又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，你帮了我这忙，我撮合你们俩，你看怎么样？真的？你不会骗我吧？婚姻大事岂是儿戏啊！太好了。哎，但这孟楠姑娘能听您的吗？她是我徒弟，不听我的，听谁的呀？哎呀，是啊。行，那我帮您办。一定要办好，否则我让孟楠姑娘一辈子不搭理。刘大人，您放心，4个字：手拿把掐。去吧，您请好。刘管家，一会儿要是打起来怎么办啊？冲啊，必须得冲啊！要不然咱们上这儿来干嘛呢？可不是说让咱们来坐镇指挥的吗？坐什么阵啊？指挥有我一个人就行。你行，那你指挥打起来，那我呢？你也得冲啊！我冲！刘管家，我是个文官，我来了。放心去吧，不会有危险。王妃在试探咱们，你要让王妃认为我们上当了。而且秦朗一定会去菩萨洞，快冲！我冲！我是文官，我冲！府里面的人出来一下，给你们送银子来了。兄弟们，跟我冲！是，快！哎！我冲！我冲得了吗？我？哎，屋里没人，小心有埋伏！快，放我银子，快撤！快！走，快！快点！哎，子枫啊，来的正好，怎么样了？大人倒点水啊！好，你倒赶紧告诉我事儿办的怎么样了？啊？原来你也有着急的时候啊！我不是说了吗？没我贺子枫办不成的事儿。您呐，猜的没错，菩萨洞果然有绑匪监视。我跟踪绑匪，找到了人质5大家族都救出来了。按照您的要求，我安置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没人能找得到。不过我就不明白了，您为什么不让我把他们直接送回家呢？哎，不行，这戏还得接着往下演呢。秦朗呢？哦，秦朗确实去了菩萨洞。刘大人，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这就是个药引子，这得等药出现。哎，刘大人，
那这真正的药到底是什么呀？药水啊。行。哎呀，刘大人，你快告诉我吧，我这都憋了一路了，是什么呀？啊？我能告诉你啊。不说拉倒。你说钱都交了，什么事啊？这是？回事儿，这事不能这么办啊！哪来的？你得好好说法，不办事儿。就是，哪有这样的啊？来！我说各位，怎么个意思？咱们这是？知府大人，这赎金已经给您了，我们老爷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是能回来啊！此事可不宜张扬啊！行了吧，知府大人，我们都听说了，您昨晚把那个草上飞给放跑了。哎，不是被草上飞给打跑了？没有，没有这么回事啊！我告诉各位，他是这么当回事。昨夜呢，本府先派一拨人埋伏在菩萨洞门口，派另一拨人拿着赎金进去换各位的家人。我心的话，先把人质换出来，我再派人进去把草上飞一举拿下，这不挺好吗？没想到，这个草上飞呀，他精得很，他就没把人质给带来。我一看这不行，钱当然我也没给他，择日再谈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钱。当然了，各位的银子放心啊，一定也少不了啊。等到结案之日，钱人一块归还各位啊。大人，您说的可是真的？这能骗你们吗？但是你们现在这么一闹，你说怎么办？啊，你们现在这么一闹，等于通知草上飞此事已经惊动了官府，他就算知道了，你们说怎么办？你说那知府大人，您看现在可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怎么办呢？行了，本府帮你们想个办法吧。今儿啊，哎，咱们那个天恩书院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准备的准还没准备好，干什么呢？你们，这各位富豪都来了，人家捐赠的银两都已经放在这儿了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们？哎，老爷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诸位这边请，来，走，来，行。张大人，您怎么来东昌府了？李大人命令我全力配合您。五大家族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？五大家族的人质被救走了，还没查清楚。不过我感觉此事有蹊跷，我觉得刘墉在用这件事情做文章。不管他想干什么，臧大人让我转告你，尽快找到那些人质，然后把他们杀掉，离开东昌府。那我去找他们的家属打探一下。你先去找秦朗吧，他一定知道人质在哪儿。那臧大人的意思是？臧大人什么意思你就不用管了，执行就好。哦，是。各位父老乡亲们，今儿啊，咱们这天恩书院就算是正式开张了啊！没别的，先向咱们几位慷慨解囊的大善人，咱们深施一礼啊！开个书院好事儿，别的不说，先解决咱们这个孤寒儿童吃饭跟住宿的地方，是吧？孩子们还能念书，这备不住将来呀，就能培养出国家的栋梁之才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咱们请了郝先生，好好教咱们孩子啊！哎，好，还有我自己也一定啊，老关注这个事儿，注意咱们这书院，大伙儿放心啊！哎，好。大管家，您看看这个。管家，哎，
碍事了啊！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我们收到绑匪的信了。知府大人，我们也收到信了。知府大人，我们也收到绑匪的信了。只能说明富豪被抢这事儿啊，已经泄露出去了。这是贪财者浑水摸鱼，何以见得呢？你看这信呢，笔迹不一样，它不是一个人写的呀。你呀，先按照这个信，拿它当线索，先查。还没睡啊？还没呢。来，走。嫂子，我这可能还得有一会儿呢，要不然你先回去休息。没事儿，你忙你的，我不困。哎，秦大哥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你这么认真的样子了，真替你高兴。想不明白才认真呢。秦大哥，你是不是还要忙很久啊？你饿不饿？我去给你煮碗面吃。不用了。那熬点粥吧，熬点粥吧啊。放心吧，老爷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来的正是时候啊！老爷，你怎么会知道会有人盯着秦朗呢？你打听那么多干什么？上夫人那去！哎！你说秦朗追上去了啊？
大人，子枫啊，帮忙啊！再来一发，把枪卸下来。哦，不是这，怎么了这是？秦朗，哎，子枫，哎，帮我摁一下这胳膊。等，撤。走吧。大人，这还得再扎几次才能好利索。师傅，你说你这为什么非得把菩萨洞作为交易点啊？怎么着？你还打算偷师啊？没有，我就是想跟您学学。不都是为了秦朗吗？我觉得只有在那儿啊，才能打开他心里那疙瘩。可是他万一在……放心吧，他既然能来找我，就说明他也愿意这样，啊。原来大人您做这么多都是为了秦捕头啊。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，你说他如果知道这事情的真相，他会怎么想？哎，梦檀姑娘，你是最不应该担心这个的呀。为什么呢？你不是说夫人托你给我带话，结果重于过程吗？嗯。梦檀姑娘，今天晚上菩萨洞你就不用去了，我让子枫跟你去办另外一件事情。好的，大人。刘龙，夫人。哎，好了，夫人。不用剩下的针了。白大人喝茶。白大人谦虚了，咱们言归正传，救出我武家被绑的人，白大人要多少银子？绑匪向你们武家索要10万两，我只要1000两。这1000两银子，多吗？不多。这个刘墉啊，坑了我们1万两银子，说要重修什么书院，真够黑的。常管家竟然犯如此的错误，官府的话能信？被架到哪儿了？没有办法呀。这个银子呀，我们这儿没有问题，但是我还要和那4家商量一下。白大人，稍等片刻。哎呀，这什么情况？50菩萨洞交换人质，草上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去。喜儿，上次就是在这儿设的伏，这次还在这里。这来了。
七仔姑娘，哎，咱来干啥呀？你怎么那么多话呀？不是，你看他们都穿官服，我穿成这样，这干啥呀？你别问那么多了，一会儿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记住了吗？不是，可是我得知道咱们是来干啥的呀？我一时半会儿真的跟你解释不清楚。再说了，我解释了你也听不懂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嘘，来人了。里边有人吗？咋办？你问他是谁？谁啊？银子已经押到了，放人吧。然后呢？让他放银子，咱们再放人。你把银子放着，我再放人。少废话，先放人，再拿银子。咋办？记住了，你是草上飞。好，去吧。能不能行啊？你谁呀？我草上飞啊！人就在里面的啊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好啊，那就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别动！抄家伙！竟敢模仿老子，老子才是草上飞！别听他瞎说，我才是草上飞。老子才是东城府的草上飞！哎，别冲动。绑匪不管是李耳朵还是他后面什么人指使的，我现在把人质藏起来，想陷害我的人就一定急于找到人质。我今天就把你们一网打尽。不错，一定就是他。他发现有人冒充他的名号，一定会过来看看。秦捕头，你稍安勿躁啊！老爷交代清楚了，咱们只抓林清州的草上飞刘汉，其他的不管。我不管老爷要谁，这个东昌府的草上飞，我绝对不会放过。秦捕头，现在2个草上飞都出现了，东昌府的归你，林清州的归我们。收网！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来了来了！哎，白兄弟，我们老爷救回来了吗？救回来了。哎呦，快把家人请出来迎接老爷。好嘞！既然刘墉把5大家族的人质都藏了起来，那就把他们的家眷都杀了，看刘墉怎么跟5大家族的人交代。老太太，您慢着点啊！我儿回来了，在哪儿呢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儿啊，扶着点啊！回来啦！啊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白兄弟，我儿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老爷呢？你们老爷是回不来了。哎，这一个不留。哎呦，这是
怎么了？刘大人说，你们会杀人灭口，然后栽赃陷害。我还不信呢，现在看来，你们这帮畜生，可真没让人失望啊！这怎么？嚯，干什么呀？你还要咬人呢你？你以为在你们临清州呢？刘墉，要杀要剐，来个痛快的！你说痛快就痛快呀，在你们临清州也不行啊！你，我认罪。我还什么都没问呢，你认什么罪呀？我什么罪都认。官商勾结、倒卖赈灾粮，你认吗？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哎，那行啊，你一个人全扛，省得我得罪别人了。来呀，让他签字画押。本来说呀，抓到李耳朵的管家就能牵出李耳朵，找着背后那条大鱼。不成想啊，这还是个软硬不吃的主。哎，秦朗呢？丁子峰说他去审那2个草上飞了。听着都新鲜，就听说过真假美猴王，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俩草上飞呀？老爷，不好了，秦捕头他疯了。金捕头，别打了！金捕头，别打了！金捕头，再打出人命！金捕头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，金捕头！金捕头，别动我！会打死金捕头！别拉着我！别打了！拦住他，将秦朗拿下！是。金捕头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姐，不好了，大哥被刘大人抓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现在已经被知府大人押回衙门了，准备问罪。秦大哥，姐，来了。邱五泽，大人，怎么样了？秦朗，本府再问你一遍，因何打人？秦朗，若再不从实招来，本府只能判你重则50大板，革职查办。回知府大人，小民愿为秦捕头请愿，望大人开恩，望大人开恩，望大人开恩。大人，说。大人，秦朗在殴打犯人时毫无理智，近似疯狂，在大堂上现在又是这般模样，所以卑职以为，秦朗可能是得了风疾。风疾？疯了！正是。根据大清律例，疯病之人如家中有严密房屋，可以锁固得当，可以交由亲属看管，地方官亲自发配锁铐，严加封固。好，既然各位父老乡亲都这么说，民怨难违，本府尊重大家的意思。咱们这么办，啊，由官府发放锁铐，咱们将秦朗锁起来。
交给他的亲属管理。如果说再寻衅滋事，咱们向其亲属问责。如果说治愈了，那么咱们请郎中跟仵作验明之后，准许开锁放人，好吧？谢大人，谢大人，谢大人。退堂。大人，这秦捕头为什么要装疯啊？他一定另有目的。不过通过猜测可以断定啊，一定这个草上飞跟他说了什么，他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情。大人，那你的意思是，今日公堂之上的一切都是秦捕头有意这么做的？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？